一边上市一边跑路，真是冰火两重天。同样是做房屋中介的，同样是借助互联网的东风，类似的公司怎么在2020年底境况却如此的不同？马上圣诞节了，又到了旅游的时候， Airbnb 的生意又火起来了。澳洲相继开放州境来刺激旅游行业，维州政府更是发了200元的代金券，让人们去边远地区消费。我想很大一部分都会进入 Airbnb 的腰包吧。蚂蚁金服搁浅， Airbnb 就成为了人们最期待的 IPO 公司。随着 P2P 在中国接连爆雷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的一个新故事，单位经济模型刚刚兴起。年初才在纽交所上市的蛋壳网卷钱跑人了，着实有点让人乍暖还寒的意思。这可能会将让10万家在城市里打工的年轻租客无家可归。这一期好说，就把这2家中外房产中介一起来说一说，说说他们的故事，说说成功与失败背后的辛酸吧。去年 Airbnb 其实已经开始为上市做准备了，这个时候上市也实属无奈之举。全球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受打击的就是旅游业，大家都非常的萧条，可见 Airbnb 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好在他们发布招股说明书前后，疫苗问世的消息就接踵而来，所以虽然他们无奈的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市，不幸中的万幸也是碰到了自己利好的消息。那为什么我们一再说无奈这个字呢？他们可以选择不上市啊，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做股票的节目。等等，我一会儿再来解释为什么。书分2头讲，话分2头说。再来说说国内的蛋壳网，这家长租公寓中介平台已经传出多次危机之后，11月中，蛋壳公寓已经有很多的租户被停水停电的情况，房东收不了租金，勒令租客立即搬出房子，房客交过了房租，找中介公司评理，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韭菜。数十万蛋壳网的租户每天都生活在随时被驱赶的可能中，经历了1年的各种黑天鹅事件后，年底还得面对无家可归的窘境。其实我很能理解选择长租公寓的这些年轻人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却还是坚定不移。因为在最初刚到澳洲的时候，如果在澳洲也有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我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员。租房当然要选择地段，都说找工作要离家近，这个词先决条件是你得先有个家。而在上学的时候，学校是已经报好的，那就只能反过来说这句话：家要找离学校近的地方，或者是家要找工作近的地方。然后就要考虑租金。如果大家都是富二代，随便一个地方能找到大居室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尤其是刚刚落脚的时候，都知道爹妈供自己出国不容易，囊中羞涩是很多这样非理性消费的根本理由。最后就是找一个靠谱的中间人了，大家都愿意找能够有一定信息量的中介或者是二房东 （Supplier and Demand Trust）。像 Airbnb 的起家其实也是靠着互联网上房东房客的互相留言慢慢累积起来的信誉。可以通过软件的流程机制，你可以看到这些留言，这些 review， 看到点亮的星星，让房东和房客对接前就有所了解，已经有了心理上的某种信任，减少了沟通的成本，增大了签约的几率。而作为选择了2020年4月就运营公寓数量达到42万间的租客来说，就算知道这样住进去可能会被坑，那也是找了一个浅一点的坑跳。毕竟大公司多少会长点信誉，到时候维权的时候总有块纽交所的牌匾可以替自己背书吧。但是讽刺的是，始作俑者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传出被我爱我家接盘之后，美股股价反而3天接连上涨，从11月17日的1.41美元升到了4.02美元，真是让人大跌眼镜。真不知道以后还该相信谁。善良的普通人，尤其是这个社会的年轻人，被远处的作恶者无情地割了韭菜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善良可以被如此的践踏。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恶已被勾出，似乎正憋着一股劲，背向砍向自己的镰刀，而转向新的韭菜苗说：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变成一把新的镰刀，割向下一茬韭菜。而其实在今年的8月左右，蛋壳公寓跑路传闻就频现网络。这个时候和解决纠纷不露面不一样，相关的管理者频频出面辟谣，稳住双方的情绪，直到最后的爆雷。同样的 ，Airbnb 也在很早就传出今年3月就要上市的消息，结果正好碰到疫情爆发，只能偃旗息鼓。好，现在我们就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 Airbnb 上市要无奈的选择在这个不好的时间点 IPO 呢？因为他们的 CEO 布莱恩·切斯基之前根本就不愿意上市。
因为这样会被股东逼着去追寻利润，他们不希望受到资本市场太大的压力。比如像特斯拉的老板，就因为这样的原因非常后悔上市。反观蛋壳网，今年1月17日就在美国敲了钟。但是这样一位和我一样的同龄人，在2008年创业到现在，已经大概有12年了吧。而员工的认股权有效期一般都是10年的样子，所以这些员工会给高层压力。这些之前就答应过股票部分的收益，可能就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劳动合同里。你不上市，那就相当于公司给的都是空头支票。你不上市，我就没有办法卖掉它们，就没有办法套现了。而美国公司的股东达到一定规模后，你在很多会计领域的准则和法律框架内，自动就会像上市公司一样去规范了。结果是你照样要听股东们的话，也就是说，随着你员工持股比率越来越大，股东就是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想，那上不上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在西方，老板不好当啊。那我正好上市了，既减轻了员工对我的压力，还可以增加公司的资本流动性。也就是这种被迫，2018年 Airbnb 就说他们会上市了。要上市，那就要做一些事情，要讲一些故事，做一些噱头。你要做什么？当然开始就是要花钱了，做很多的营销专案，搞很多的项目，把数字搞得漂漂亮亮的，去等待实际的成熟。2020年的3月应该就是瓜手落地的时候，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病毒来了，所以最后一步没有按照自己的剧本走。但是演出既然已经开始，在舞台上的演员一定要在舞台上把演出演完。所以趁着这个疫苗成功的时候，让人们有对恢复旅游业信心的时候上市，也算是无幸中的万幸。我住过不少的 Airbnb， 我觉得都很好，尤其是在澳洲一些相对偏远，但是又是靠近旅游线路的地方。基于某种原因，虽然可能是海景房，甚至我以前在塔斯马尼亚住过一个，还得过一个什么设计奖的高级别墅，放在那里实在太可惜，出租又不会有人去住，我说的是长租。那正好就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共享经济可以变废为宝，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己想靠 Airbnb 发财，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Airbnb 对于个人来说，生意其实根本不会那么好做。你出租一个房子，你就会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或者说不可预见的东西太多了。你要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你要去打交道，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奇怪要求。租房之前也有很多咨询，你要去花时间沟通。租完之后还会担心房子是否被搞坏，东西是否会被偷走之类的。因为我租过房，所以我知道租房是有很多辛酸的。如果你要展开讲，那我又可以讲一期了。如果你希望我真的来讲讲，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你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关注、订阅一下。我的人在澳大利亚，频道的重点就是关于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当然还有我平时对热点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了，我们继续好说。所以呢，我觉得 Airbnb 对于个体来说，如果你不是真的有一套闲下来的房子，可能你真的需要谨慎。但是在资本市场的上市，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他们400页的招股说明书要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但确实在蚂蚁金服被叫停之后 ，Airbnb 是最让人期待的一只 IPO 股票了。但同样是中介公司，蛋壳的商业模式却一直被人诟病，已经被称之为庞氏骗局。而且这样长租公寓出现违规的情况，几年前就屡见不鲜，只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公司比较大，才受到这么多的关注。Airbnb 是一个平台，只是把房东和房客建立一个关系，不涉及到任何一处房产的管理。而蛋壳公寓是把所有的房东的房子拿过来，自己经过一番的包装、打包再租出去，自己当房东，手里的资产越来越重，50万间的管理成本就不堪重负。而且为什么说它是庞氏骗局呢？是因为一般我们都知道，做生意就是要赚钱，都是低买高卖，赚取中间的差价。但是长租公寓就是高卖低买，最终其实是亏损的。那肯定你又要问了，他们是怎么跑起来的呢？是的，虽然是低价拿到了房子，但是他给房东的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而租给房客的时候是一年一年的拿，就这样收多资少，就有足够的资金去让他们继续跑下去。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不断的有下家来支撑你的资金池去还那些房东的钱。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商业模式只有2种情况：找下家顺利，或者是找下家不顺利。融不到钱了，没有下家了，那资金链就断了。既然在中国没有人监管，卷钱跑人就是蛋壳的结果。如果顺利，毕竟这些长租公寓的老板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知道把成本和利润相减，这个简单的算术之后，结论就是赔钱货。但这个时候，所谓的二房东手上握有一堆的押金、预缴租金、预垫的钱呢，那这些公寓在他们眼里就不仅仅是给人住的房子了，俨然就变成了一个融资工具。他们可以继续以金融衍生品的方法去赚更多的钱。
反正也没人监管，还搞起了租金贷，做起了贷款生意，这同样也是蛋壳的昨天。虽然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新起的项目，但是其实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了。就单一个蛋壳就足足影响了至少100万人，并且涉及到了民生，这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命门。如果是美容美发、健身游泳，老板跑了，那跑了就跑了吧，自认倒霉，下次长个记性。但是这是房子啊，人们面对的不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北京的冬天，人家怎么过？不知道这个时候政府在做些什么？难道不是应该早早的介入这件事，去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去约束监管吗？道德先放一放，唯利是图是魔鬼，也是天性。如果道德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 Airbnb 不养房不养人，更不承担房屋带来的直接成本，轻资产韧性强，让承租双方用网络表现力展现自己的诚意，增加相互的信任，从而使得双方最终的体验期待值接近，良性循环从此往复，直至上市。但渴望长期公寓、养房养人，还没有完全找到可行性的盈利模式，就已经早早的上市圈钱套利，任由金融杠杆去玩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要想生存，就只能拿下更多的房，欠下更多的债。2020年要落幕了，互联网加的2家中外房屋出租公司在中外大环境下，结局也就此落幕。我找什么？我们下期见。